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有很多不起眼但很耗时的事情，比如说你没有必要一个网站一个网站的浏览关注的话题新闻，完全可以让 AI 直接推送给你。没有专业的服务监控软件，你也可以使用 AI 打造属于自己的监控系统。不用在电脑前，你也可以实时了解谁对项目做了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 Hermes Agent 的 Cron 功能。以3个场景为切入，介绍一下如何把 Hermes 打造成你自己的贴身自动化助理。它这个文档还是挺复杂的，上面有这个各种命令和参数，普通用户使用起来还是非常困难的。作为一个普通的用户，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看这个文档，我们只要使用对话的方式来指挥 Agent 就可以了，它就可以自动的把我们的一些工作给自动化起来。今天我们就以3个场景给大家来演示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每天早上发早报这个事每天早上8点，我们让它发送新闻早报到这个 Telegram，搜索最近24小时的 Agent 和这个开源大模型的这个新闻，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格式，包括最后给一句这个至理名言，然后我们复制一下，然后发给这个 Hermes， 我们看看它怎么来处理。正常来说，它应该会生成一个定时任务每天早上8点运行，运行完之后，它就会到网上去搜索关于 Agent 和开源大模型的一个新闻，整合之后，然后按照我们要求的格式发到我们这个 Telegram 这个IM 里边去。我们看到它正在理解我们的一个需求，然后正在创建这个定时任务。我看到定时任务已经创建完成了，叫每日 AI 新闻早报。然后我们到这个呆迟报道上，我们看一下这个任务创建是不是成功了。我们刷新一下，我们看到这个新闻这个定时任务已经存在了，然后它是发到这个 Telegram 我们这个 AI Radar Station 这个频道里边去的。然后每天8点，我们就不等第二天8点了，然后我们直接测试一下，让它跑一下，看看效果到底能不能跑。然后它跑起来之后，就开始进行搜索，然后抓取，然后经过这个信息的一个抽取之后，整合了这5条新闻，然后最后给了一句名言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然后这个早报他说也发到了这个 Telegram， 然后我们看一下 Telegram 有没有收到。打开 Telegram， 我们看到这个新闻早报，然后里边有5条新闻，包括标题，还有这个新闻的总结，包括它的一个来源，都很清晰的标注出来。最后是这个至理名言，我们看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最后还有这个链接的一个预览。其实，在呆时报的，我们可以对这个任务做一个管理，比如说暂停，或者是立即执行，或者删除，也可以通过上面的这个创建的这个按钮来进行界面上进行任务的一个创建管理，也是可以的。我们完全不用使用这个复杂的命令。如果我们关注多个话题的这个新闻，如果使用上面那种方式，当然也可以，但是它有时候执行的时间会比较长。我们可以开启并行处理，就是一个话题开启一个这个子 agent， 让子 agent 去处理，处理完之后，然后统一进行整合，这样的话就提升了这个执行的一个效率。我们演示的这个新闻呢，关注3个这个领域的话题，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I 开始理解我们这个需求，然后它创建了3个子代理，开始同时进行去执行。现在它处于这个创建任务的一个阶段。我们看到这个很快它把这个任务创建好了，然后我们到这个呆时报的里边去刷新一下，看看这个任务有没有成功。我们看到这个任务已经创建成功了，它是每天晚上6点开始执行，然后通过 Telegram 的方式来发送给我们。我们看到这个 A 呢已经自动帮我们进行测试了，然后它已经开始执行了。我看到这个有一个 AI 的这个新闻，它没有返回任何信息，然后主 agent 自动来补位，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好的。这是类似一个团队有缺位的时候就自动来补位。然后很快呢，它就完成了整个信息这个提取我发现这儿其实有一点小问题，就是它这个名言还是跟上一个一样，我觉得这一点是做的不太好的一个地方
他说已经发送到 Telegram 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Telegram 有没有收到。打开 Telegram， 我看到这个信息已经正确的收到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下面我就以这个监控的电脑内存为例来讲一下服务器监控，让它每5分钟建议监控一次这个服务器内存，大约50%就预警。然后他就开始创建这个任务，创建完之后呢，他进行了一个测试，测试有问题，他自己进行了一个修改，然后最后把整个任务都跑通。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一个Telegram 预警的一个效果，我们来看看整体还是不错的。然后前5大杀手也都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让它监控一下项目，项目如果有提交或者有变化的话，让它自动的告诉我们谁提交了什么，做一个总结，直接发 Telegram 消息给我们。说实话，这里这个 DeepSeek 处理了挺长时间，它中间老是出现各种这个脚本上的错误和问题，然后一直在修复解决，最后我以为它解决不了呢。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效果，虽然出来了，但是可读性不是很强，看起来这个不是很直观等会我们换一下其他的模型，比如换这个 Cloud 松奈的 4.6， 我们来试一下，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把这个任务同样的交给松奈的 4.6， 我们看看它处理的情况怎么样。我觉得它处理起来这个还是非常干练的，非常直接，然后一次性理解的非常到位，然后就把任务创建成功了。而且它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通知，什么时候不会通知。这里它还建立了这个变更的一个基线，就是当前的状态就是个基线，现在不会有预警，然后如果再次出现变化，它就会预警。所以松奈的整个的一个考虑还是比较完善的，思考逻辑比较清晰。我们来测试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我们看到它提醒我们这个当前没有变化，因为它把这个项目的初始状态已经写入到这个它的状态文件里面去了。只有变化的时候，它才会发消息，所以它告诉我们这是静默的。我觉得它这个解释非常清楚你不会怀疑，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我为什么没收到没收到，它把原因已经清晰的告诉你了，不会让你去猜。把这个版本提交之后，然后我们再测试一下，我们在这个控制台直接去触发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消息发送的还是比较直观的，比如说这个提交人时间，然后commit的信息，包括变更的文件，然后有几个文件变化了多少行，我觉得这个都是还是非常的清晰的。这里在模型的选择上也给我们3点启示，供大家参考。使用模型呢，我们不能光看价格，有时候价格可能意味着效果。第一个呢，就是买模型的时候可能便宜，但是使用起来贵。强大的模型1000个头盔能解决的问题，便宜的模型可能要花掉5000头盔，你省的钱又花出去了。第二呢，就是可能便宜的模型解决这个问题要更长的时间，来回调整要花你更多的时间成本。第三个呢，可能是一个隐性的一个风险成本吧，不好的模型可能给系统和代码带来很多这种不确定的风险因素在里面你一时可能无法及时发现。所以呢，建议大家选择这个合适的模型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最后呢，请问大家最希望把自己什么样的工作来进行自动化？评论区告诉我，说不定下期我们就做它。如果这期对你有用，点个赞，我们下期见。